大家好，今天來介紹如何使用 DataView.js 來複製 DataView 的表格，並且把它的表格產生成 Markdown 格式的一個方法。那首先會使用 DataView.js 來查詢出需要查看的資料，然後在表格的最下面再產生一個 Copy 的按鈕。只要點擊了 Copy 這個按鈕以後， DataView.js 的腳本就會把 DataView 的表格轉換成 Markdown 的表格，並且把這一個 Markdown 的內容複製到系統剪貼簿裡面。因此，我們就可以在需要插入 Markdown 表格的位置，點擊 Ctrl+V。透過這個方法就可以來查詢 DataView 表格裡面的內容了。以下就先來看一個簡單的範例，來了解一下如何透過 DataView.js 來達成今天要製作的功能。這個簡單一點的範例呈現的結果就是下面的 DataView 的表格。我們先來看一下 DataView 的查詢語言是怎麼寫的。它其實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table 的寫法。我們要從井號 text 標籤取出它的 YAML 區的 type 跟 created 的這兩個欄位。因為鏈接原本就會顯示在表格裡面，因此就會有3個表格，分別是第一個鏈接的部分，然後 type 這個 YAML 區的欄位跟 created 的 YAML 區的欄位。這個就是使用標準的 DataView 的查詢語言所撰寫的結果。接着就來使用 DataView.js 來做同樣的一個查詢，查詢出來的結果也是跟剛剛的表格是相同的內容，但是在這個表格的最後面，我們會插入一個 Copy 的按鈕。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腳本的內容是如何撰寫。首先使用 dv.pages 由井號 text 來查詢出所有井號 text 標籤的所有的筆記，查詢出筆記以後，再使用 map 把每一個筆記的內容給丟進來，來產生最後需要的整個陣列。需要的欄位分別有這3個 page.file.link 跟 page.type 還有 page.created。這個 page 其實就是傳入的每一個筆記的物件。如果要取出 YAML 區的欄位的話，就是這個物件後面直接用點欄位就可以了。因此 page.type 就是取出 type 這個欄位， page.created 就是取出 created 的這個欄位。這個 type 跟 created 都是 YAML 區的欄位。在 page 的物件裡面有另外一個屬性叫做 file 代表的呢就是這個筆記它的作業系統的檔案的物件。 page.file.link 就是這個檔案的鏈接， page.file.cdate 就是它的建檔日期， page.file.mdate 就是它的修改日期。透過 page.type page.created page.file.link 就可以查詢出需要的這3個欄位了。接着就使用 dv.table 函數來產生出 DataView 的表格。dv.table 需要2個參數，第一個參數就是要顯示出來的標題的陣列，上面這3個標題分別就是用第一個參數來產生的。那第二個參數呢，就是需要出現的資料的內容，就是下面這個內容，它會是使用資料陣列的方法來呈現的。最後面這個按鈕呢，是使用 dv.el 來產生 HTML button 標籤的。來看一下實際是怎麼寫。首先我就是用 dv.el 傳入第一個參數，第一個參數就是需要的 HTML 的標籤，就是 button。然後接着 button 上面要呈現的文字是 copy table。透過這個方法，你就把物件儲存到 btn 變數裡面，然後後面就來寫 btn 物件它的 onClick 事件，就是點擊的時候會產生的物件。當我們點擊了 btn 按鈕的時候，它就會執行後面的這個匿名函數。那在這個匿名函數裡面的第一行，就是在右上角顯示 copy 驚嘆號這個訊息。接着後面就用 dv.markdown.table 來產生出需要的 markdown 的表。那這一個 markdown table 它的參數其實是跟 dv.table 是一樣的。第一個就是標題，第二個是資料的內容。那因此在第一個標題的位置呢是一個陣列，它有3個欄位。第一個欄位又把 data.length 取出資料陣列的個數 dv.pages 如果產生出6筆資料 data.length 就會是6。然後後面第二個參數就把上面取到的這整個 data 的資料陣列傳遞進去，那這樣子它就會產生出 markdown table 的內容，把這個物件儲存在 md 底線 text 的變數裡面。那最後再用 write text 的方法把 md 底線 text 就是這個 markdown table 的內容寫到系統剪貼簿裡面，因此的系統剪貼簿就會有 markdown 的表。我們可以來執行一下，看一下執行的狀況。我們直接點擊這個 copy table， 你可以看右上角就會出現 copy 驚嘆號的訊息。如果看這個系統剪貼簿，也可以看到系統剪貼簿已經有 markdown 的表，把这個表格的內容把它給插入在後面，直接按 Ctrl+V， 這個就是剛剛產生出來的 markdown 的。那透過這樣子簡單的一個 DataView.js 就可以達到複製 DataView 表格的方法。後面就來實際看一下這個複雜的查出最近12個小時有修改的內容的腳本要怎麼來撰寫。
再來看一下要查詢12個小时以內有修改過的筆記，它的腳本要怎麼來撰寫。先來看一下這個 DataView.js 的腳本，把 DataView 這幾個字給刪除掉，這樣子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 JavaScript 的高亮顯示。首先使用 dv.page10，然後它的參數是空的字串，表示把所有資料夾裡面的筆記全部都選取出来，然後再透過會額呢來做過濾。會額這個條件就是來指定我只要今天，這個是 one days 這個地方寫的是一天裡面的所有修改過的內容都給選取出來。它使用比對的欄位是 page.file.mday， 就是修改日期。接着再使用 page.file.mday 做 descending 的排序，由新到舊的排序，然後接着再把需要的內容用 map 產生成陣列的格式。需要出現的欄位就是寫在後面這個陣列裡面。需要 page.file.link 還有 type text 這兩個欄位，還有 page.file 的 cday 跟 mday 就是建檔日期跟修改日期。那有了这個內容以後，就使用 dv.table 來產生出 DataView 的表。第一個參數就是要顯示出來的標題，第二個參數就是上面這邊查詢出來的所有的資料的陣列，這樣子表格就會出現了。那接着再用 dv.el 來產生出 button 這個按鈕 ，el 其實就是 element 的意思啊 ，HTML button 的標籤，然後它上面會顯示 copy 這幾個文字，然後把這個物件指派成 button 的按鈕，那後面再寫 button 的 onClick 事件當我們點擊的時候，它就會來執行下面的這一個匿名的函數。首先就是在右上角顯示提示的訊息，然後接着再用 dv.markdown table 產生出需要的 markdown table， 最後再把這個 markdown table 的變數透過 write text 寫到系統剪貼，這樣子就可以把它給呈現出來。看一下它實際的執行的樣子，這個就是今天要執行的內容。那當我們點擊了 copy 以後，它就會在右上角顯示提示訊息，同時就會產生出需要的 markdown 的 table， 按 Ctrl V 貼進來，這個就是剛剛產生出來的 markdown 的 table。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 DataView.js 的腳本的內容。這個腳本是來自日本的朋友 Hatena 的部落格，他的部落格裡面也寫了很多跟 DataView.js 還有 Template.js 相關的很多的內容，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從資訊欄裡面去取得它的網址。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 DataView.js 腳本，幫我們產生 Markdown Table 的一個方法。那如果各位覺得我今天介紹的內容對你在 Obsidian 的使用上有幫助的話，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謝謝各位。